几乎所有中世纪哲学家关心的问题，都与他们对上帝的信仰紧密相连。几乎所有哲学难题的解答，包括认识论问题，都将上帝视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事实上，安瑟伦本人就把真理与可理解性直接等同于上帝。然而，正如他在《独白录》开篇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观点内含着一个显著的张力。如果上帝就是真理与理性可理解性本身，那么既然人类无法感知上帝，又怎么可能认识上帝呢？安瑟伦提出的回答是，必须区分两种知识，一种是通过感官经验而熟知的知识，另一种是通过概念与描述而获得的知识。虽然上帝是非物质的，因而不能被感官所直接感知，但人类仍然可以借助感官经验所形成的概念体系，对上帝进行间接的概念性的认知。换言之，人类可以通过描述性知识来认识上帝。因此，人类对上帝的一切认识都依赖于一个关键性的描述。上帝是无可设想更伟大的存在。从这一前提出发，安瑟伦提出了他著名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他认为，人类仅凭理性就可以认识到，确实存在这样一位上帝，他是全能、全知、至公、至慈且非物质的存在。800年之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其认识论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区分，即直觉知识与描述性知识的区别。不过，罗素坚决否认这种区分可以被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将其视为一种认识方式的分析工具，而非形而上学的论证手段。随着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在13世纪初被译成拉丁文，主导早期中世纪思想的柏拉图式与奥古斯丁式认识论逐渐被取代。依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托马斯·阿奎那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知识。感官知识源于对具体事物的感知，然而这种知识以个别事物为对象，并且人类与动物都具备这种感知能力，因此它被视为一种较低层次的认知形式。与之相对的是科学知识，它具有普遍性，能够把握事物的共享与必然性。阿奎那认为，正是这种从个别经验中上升到普遍真理的能力，使人类的理性区别于动物的感知。当我们说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这并不是在贬低具体性的重要，相反，阿奎那认为，真正的科学知识也应当充满细节，而且在一切知识中，上帝的知识才是最为详尽、最为完备的。但这里的细节必须是某类事物本质上所必须的特征，而不是仅属于个别实例的偶然特征。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关注的不是这朵玫瑰的颜色，而是什么是玫瑰这一类的普遍本质。阿奎那认为，虽然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知识是对上帝的认识，但以人类的理性能力而言，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更符合我们的天赋与局限。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它主要聚焦于人类如何认识物理对象，也就是有限的心智如何从感官出发触及真理的普遍结构。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的生成机制的思想。他认为，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是理智从感官经验中抽象出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感官图像，也就是我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方式接收到的具体现象。当我们看到一只狗，这个感官图像会被储存在心灵中，接着能动理智介入，它开始在图像中抽取出那些普遍的本质的要素。举个例子，从一只具体的狗的形象中，理智会提取出诸如有生命、能繁殖、能行动等普遍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狗之所以为狗的本质。与此同时，那些属于个别实例的偶然特征，比如这只狗属于小明，它重20公斤，则被剔除。换句话说，知识的生成正是一个从个别到普遍，从感性到理性，从图像到概念的跃迁。而在这个跃迁中，人的理智不仅是被动的接收，更是主动的参与、整理与提炼。阿奎那在这里让理智成为人类认知中连接经验与真理的桥梁，一种让有限的感官世界通向普遍秩序的神圣机制。为了解决亚里士多德理论中潜藏的疑虑，阿奎那对其进行了重要修正。他认为，人类理智中所获得的不仅是形式，还有一种更完整的东西。种相。种相并不是单纯的抽象形式，而是由形式与某种普遍的质料观念共同组成的复合体。阿奎那将这种普遍化了的质料称为共相质料，它与个别质料形成对比。个别质料是让每一个具体事物拥有独特存在的物理质，比如这只狗的毛色、体重、位置都是它的个别质料。而共享质料则是一种被理智抽象化的质料，它不属于任何一只具体的狗，却让我们能够思考狗这种普遍的存在。换言之，当我们在思考狗时，我们的心智中并非仅有一个纯粹的逻辑形式，而是拥有一个更丰满的思维模型，一个既脱离个别却又保留具象感的普遍图像。这正是众相的意义所在。通过这一修正，阿奎那让理智的对象变得更真实，更贴近人类的认知经验。它既不是空洞的抽象，也不是原始的感官印象，而是一种介于经验与理
理念之间的认知中介，一种让我们既能理解世界的普遍性，又不是对具体世界的把握的心智结构。这一理论曾遭到一个经典的质疑：如果认识一个事物意味着在理智中拥有它的形式与种相，那么我们真正认识的究竟是事物本身，还是我们心中关于它的观念？换句话说，若知识的对象只是被抽象出的形式或内在的种相，那人类岂不是永远无法触及真实的世界？我们所知的一切只不过是心智中的表象。从这个角度看，阿奎那的理论似乎滑向了一种唯心主义。也许世界存在，但我们永远只能在观念的镜像里认识它。然而，阿奎那并不承认这种结论，他要强调的是知识的媒介与知识的对象之间的区别。形式与种相确实存在于心智之中，但它们不是我们认识的终点，而是通向现实世界的桥梁。在阿奎那看来，人并非认识心中的影像，而是借由这些心智形式直接认识现实本身。就像透过干净的玻璃看向窗外的风景，我们看到的不是玻璃，而是玻璃之外的世界。这一细微而深刻的区分，让阿奎那的理论避开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陷阱，并保留了一个关键信念：人类的理智虽然有限，却依然与世界的真实有直接的通路。阿奎那早已预见到这种理智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批评，并提出了多重回应。首先，他认为种相不同于纯粹的形式，因为其中包含了物质的观念。正是这种共相的物质，使得种相比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非物质形式更接近真实事物本身。换言之，阿奎那的种相并非抽离世界的纯粹理念，而是保留了某种物质的可想性，因此仍然与现实中的具体对象保持着关联。其次，阿奎那强调科学的目标不是认识某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认识某类事物共有的本性与规律。科学知识所追求的是普遍而必要的真理，而非个别偶然的事实。在这一点上，阿奎那的思想与现代科学的精神不谋而合。例如，物理学家并不关心小明从窗外丢下的那颗特定的台球，他们关心的是任何物体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遵循的普遍规律。因此，对阿奎那而言，人类理智并非限于对观念的自我反思，而是透过种相这一中介，把握现实世界的共享结构。这种知识既超越了感官的个别经验，又避免了陷入唯心的幻想。尽管这些论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批评的压力，但他们仍无法彻底化解主要的反对意见。为此，阿奎那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分：被认识的对象与认识所依凭的手段之间的区别。当我们指出所认识的是什么时，例如一只特定的狗，我们是在说明知识的对象；而当我们指出通过什么来认识时，例如狗的表象或种相，我们则是在说明认识的工具或机制。因此，阿奎那强调，被认识之物的种相并非知识的对象本身，它只是使我们能够认识对象的媒介或形式结构。换句话说，理智并不是直接以种相为目标，而是通过种相认识现实的事物。当然，若我们有意反思这一过程，种相本身也可以成为知识的对象，但那是一种二阶的认识，对认识本身的反思。通过这一区分，阿奎那成功地避免了知识对象只是观念的唯心主义陷阱，巩固了他关于人类理智直接面向真实世界的现实主义立场。尽管约翰·邓斯·斯科托接受了亚里士多德抽象论的某些观点，但他并未仅以此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人类知识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人类能够确知的事物可分为4类。首先是那些可被绝对认识的事物，其中包括真实的同一性命题，例如西塞罗及图例，以及后来被称为分析命题的陈述，如人是理性的动物。斯科托认为，这类真理与使其为真的事物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的真值并非依赖于外部经验或观察，而是内在的蕴含在概念关系本身之中。这第一类知识体现了斯科托对理性直观与逻辑必然性的重视，标志着他在经验哲学传统中逐步走向一种更严格的理性主义倾向。他的这一观点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一个简单真理的否定必然是不一致的，即便它未表现为显示矛盾。例如，命题整体大于其任何部分的否定，虽然不像雪是白的且雪不是白的那样在形式上显得自相矛盾，但它仍然是不一致的，因为正如斯科托指出的，不存在任何可能的情境使该否定命题为真。换言之，对于这类真理，其必然性并非仅仅逻辑上的对立冲突，而是根植于现实与理性结构的不可分割性，它们不可能在任何可设想的世界中被否定。这种见解预示着后来形而上学和模态逻辑中必然真理的概念雏形。第二类知识来自经验，但这里的经验不是一次性的感受，而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
反复的、积累的，在无数次遭遇中形成的认识。这种知识依靠归纳，当一种现象在大量相似的情境中，由同一种非自由的原因反复出现，我们便推断那是这种原因的自然结果。中世纪的思想家斯科托对这种归纳法充满信心，但这种信心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14世纪，奥特库尔的尼古拉，一位被称为修谟的先生的哲学家，提出了令人不安的怀疑。即使我们无数次看到两种事件总是一起发生，也不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换句话说，经验告诉我们，它们常常同时出现，但理性无法保证它们必然相关。因此，他指出，一切建立在因果假设上的推理，其实都缺乏理性上的正当性。第三类知识关乎自我行动。一个清醒的人不需要推理就能确定自己是清醒的，这种确定是直接的、无可置疑的。同样的，我们也无需证明就知道自己在思考、在看、在听或在感受，即使感觉的来源有误，比如感官受损、幻觉干扰，那种正在感受的事实依然真实存在。当我们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即使它在现实中并不真正圆，我们仍然直接地意识到那份圆润的感觉。最后一类知识来自我们的感官。斯科托似乎并不被怀疑主义困扰，在他看来，感官本身就能带来真实的认知。我们透过眼睛与耳朵认识天上的星辰、脚下的大地、海洋的起伏，以及一切存在于其间的事物。斯科托在认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方式：直观认知与抽象认知。所谓直观认知，是一种直接而确定的觉知，对某个存在的、正在存在的即可把握。当一个人亲眼看见苏格拉底，他便拥有了对两个命题的直观知识：其一，苏格拉底确实存在；其二，苏格拉底的存在正是这份认知的来源。抽象认知则不同，它是一种从存在本身抽离出来的思考，它不依赖于事物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建立在概念、逻辑与推理上的认识。当然，斯科托的理论并非牢不可破，其中不少观点都经不起怀疑主义的考验。比如，他坚信感官经验能带来确定无疑的知识，又主张直观认知本身能保证对象的存在。这些论点在后来的哲学家看来都太过乐观。奥卡姆格威廉这位活跃于13、14世纪之交的思想家，对斯科托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修正。在奥卡姆格威廉看来，直观认知并不一定依赖于对象的真实存在。一个人完全可能拥有看见的觉知，即使那被看见的事物根本不存在。同样的，这种认知也不必由外部对象引起，它可能源自意识自身的运作，一种被显现的经验，而非被造成的事实。当有人问奥卡姆格威廉，直观知识与抽象知识的区别是什么，他的回答简洁的几乎让人意外，他们就是不同。但在这简单的回答背后，奥卡姆格威廉其实揭示了一个关键特征：直观知识是无中介的认知，在这种认知中，知者与被知者之间不存在任何间隔，没有概念，没有符号，也没有推理来介入。奥卡姆格威廉写道：“我说，事物本身被直接的认知，在它与感知或把握它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媒介。直观知识不是通过解释去理解世界，而是世界本身在意识中直接显现。”在奥卡姆格威廉看来，直观知识并非单一的，它分为两种：自然的直观和超自然的直观。自然的直观知识发生在事物真实存在的情况下，此时感知的对象确实在场，认知者判断它存在，而这份知识正是由那对象本身引起的。超自然的直观知识则不同，它出现在对象并不存在的时候，认知者判断那东西不存在，而这份认知不再来自外部世界，而是由上帝直接赋予。自然的直观是世界让我们看见，超自然的直观是神让我们看见没有。奥卡姆格威廉承认，上帝也许会让人以为自己拥有某种直观认知，以为看见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而事实上那对象根本不存在。但在奥卡姆格威廉看来，那样的经验并不能算作直观知识，只能被称为一种错误的信念。问题是，一旦他承认这种可能性，他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棘手的事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区分真正的直观与神所造的幻象。就这样，奥卡姆格威廉在努力捍卫知识的确定性时，反而把怀疑的大门彻底敞开。在这一点上，他等于把战场拱手交给了怀疑论者。在奥卡姆格威廉之后，中世纪哲学几乎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怀疑。14世纪的米雷库尔的约翰因为提出外部世界无法被确知而被巴黎大学谴责。他认为上帝完全可以让幻觉看起来像真实。既然如此，我们又凭什么断定眼前的世界不是神的幻术？就在这一年之前，奥特库尔的尼古拉也遭到了教宗克莱孟六世的指控。他的立场更加激进，人类能够确定知道的只有两件事儿：
逻辑原则，如同一律与不矛盾律，以及当下的感官经验。除此之外，一切关于外部世界、因果、实体与存在的判断，都可能只是幻象。如前所述，他不仅否认因果关系的存在，也否认实体本身的真实。而这一连串的错误，他都归咎于亚里士多德。他写道，在所有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几乎没有得到哪怕2个确定无疑的结论，甚至也许1个都没有。到了这个阶段，怀疑论与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几乎成了同一件事。1367年，意大利诗人比特拉克写下《论我的无知与众人的无知》。在书中，他讽刺地称亚里士多德为最著名的那些并不真正拥有知识的人之一。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神学与科学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所谓科学，是从不言自明的原理中推演出的知识，而神学是从上帝一切原理的源头那里获得的知识。在那样的世界里，理性与信仰并肩而行。但到了14世纪，这条并行的道路开始分叉，神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逐渐分离。神学家们开始主张，人类的理性其实极其有限，他们频频援引上帝的全能，用以削弱理性的权威，让理性在信仰面前低下头。于是，取代理性神学的是一种信仰至上的哲学，一种完全建立在信念之上的唯性论。意大利神学家里米尼的格雷戈里正是这一思想转变的典型代表。受奥卡姆格威廉的启发，他主张科学关心的是人类凭借自然手段，也就是感官与理智所能理解的事物，而神学探讨的则是只有通过超自然途径才能触及的真理。因此，神学不是科学，它的任务是阐释圣经的意义，说明信仰条目的内容，并从中推演出结论。但问题在于，圣经的可信性本身就建立在对神启的信念之上。既然如此，神学就缺乏理性意义上的根基。更进一步，既然我们既没有关于上帝的自明知识，也没有任何自然经验能让我们直接认识他，那么人类所能拥有的只是对上帝的一种抽象的理解，一种永远隔着距离的认知。需要强调的是，奥卡姆格威廉与里米尼的格雷戈里并不打算削弱神学的地位，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神学在某种意义上比科学更确定，因为神学的原则来自上帝，而上帝的真理不会出错。相比之下，科学的原则源于人，自然也带着人的局限与谬误。然而，对神学不利的是，到了16世纪，科学的声望开始上升，17、18世纪更是一路飙升。新一代思想家选择依靠理性与经验去独立推导自己的结论，即使这些结论再也没有上帝的权威为他们背书。当神学逐渐对理性失去信心时，那些原本与亚里士多德无关，甚至与神学疏离的思想家，却成了理性的捍卫者。他们接过了求知的火炬，推动了现代科学的诞生。人们往往以为近代哲学家是一群完全世俗化的思想者，但事实恰恰相反。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在他们的体系中保留了浓厚的宗教核心。笛卡尔在《沉思录》中提出了2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并坚称只有建立在对上帝理性信念之上的人，才算真正拥有知识。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的开篇同样以一场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作为起点，并由此展开一个关于上帝及自然、万物统一的宏大体系。而贝克莱则进一步指出，感官世界之所以恒定、稳定，并不是因为物质客观存在，而是因为上帝始终在思考它。人们之所以误以为近代哲学家是世俗化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提出的许多认识论原则，虽然本意是为了捍卫宗教理性，但在后来的理解中却被视为削弱了信仰的合理性。托马斯·霍布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中世纪的主流观点不同，霍布斯认为信仰的命题并不属于理智的范畴，而属于意志的领域，一种决定去相信的行为。就是说，宗教命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它被如何使用。当人们宣告一条宗教信条时，他们并不是在陈述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也不是在等待理性去证明或反驳它，那是一种表达敬意与服从的行为，向上帝致敬并顺从宗教权威的命令。在这样的体系中，理解已不再是必要条件，即使一个人并不真正明白那些话的含义，只要把它说出口，信仰的功能就已经完成。1690年，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进一步削弱了宗教命题的理性地位。在他看来，一切信仰命题都必须服从理性的审查。首先，理性有权限制所谓神启的内容。如果一条信仰命题中存在逻辑矛盾，那么它就不可能来自上帝。其次，洛克认为任何启示都不能包含超出感官经验的观念。既然所有知识都源于经验，那种眼未见、耳未闻、心未想的启示便无法被理性接受。哪怕是圣保罗的见证，
也不能凌驾于经验与逻辑之上。在洛克看来，理性优于信仰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感官经验与理性知识的确定性永远高于任何所谓的启示。当我们亲眼看见一个人已经死去，就不可能再通过启示得知他此刻依然活着。同样的，数学与科学中的理性证明也不可能被神奇所推翻。一个矩形的内角总和是360度，任何与之相悖的启示都没有可信的理由。洛克写道，凡是与清晰而自明的理性判断相抵触的事物，都不配被视为信仰。那么，在整座人类信念的大厦里，信仰还能占据怎样的空间？在洛克看来，他与或真或假的命题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些命题属于理性无法确证，但也无法否定的那一类真理。洛克称它们为可能的真理。这类真理有两种，一种涉及可被观察的事实，另一种则超出了感官所能触及的范围。比如，凯撒渡过了卢比孔河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都属于第一类，因为他们描述的事件理论上是可以被目击的，而热是由无形微粒的摩擦产生的，以及天使存在则属于第二类，因为他们指向的是感官永远无法直接验证的对象。表面上看，洛克把宗教与科学放在同一逻辑框架中，似乎是在为信仰争取一席之地，但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因为在洛克看来，理性才是最终的裁判。他写道，理性必须判断某事是否真的是神的启示，而在一切事物中，理性都必须是我们最后的法官与向导。洛克试图通过这句话让理性与启示彼此和解。他称理性为自然的启示，而启示则是被上帝扩展了的新理性。然而在随后的200年里，理性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了判决，那些被称为启示的内容既不具备科学的资格，也不具备知识的地位。尽管早期近代哲学中仍充满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前的思想家们，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移了。到了当代，大多数认识论哲学家已经不再关心那些带有神学意味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思想中纯粹世俗的部分，理性如何运作，经验如何确证，知识的边界在哪里。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也将把焦点放在这些与宗教无关的思想核心上。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提出，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而是围绕太阳旋转。这个理论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认知地震。震撼的理由有2个。首先，它直接违背了人类的感官经验。在我们的直觉中，太阳每天升起落下，而地球似乎静止不动。哥白尼的观点颠覆了这种直观，让人们开始怀疑，或许我们平日所谓的常识其实只是一种温和的迷信。其次，他的理论与圣经的宇宙图景相冲突。创世纪中说，地球是上帝创造的中心，万物环绕它而生。但如果哥白尼是对的，那么圣经就不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之书。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带来的震撼并不亚于哥白尼，他的望远镜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向真实宇宙的窗口，却也让人看清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肉眼所见的世界并不等于真实的世界。那曾经被视为可靠的直接经验，在望远镜的镜片下暴露出错觉与局限。月亮并非完美光滑，行星并非恒久不变，甚至连星空的秩序也与人类眼中的截然不同。更让人震惊的是，伽利略用数学去描述运动、坠落与轨迹，发现感官经验中那些丰富的色彩与质感其实都与知识无关。我们感觉到的未必能让我们理解。伽利略还提出了另一个同样颠覆常识的理论，他区分了第一性属性和第二性属性。在他看来，物体真正拥有的只是第一性属性，形状、数量、运动，这些可以被数学描述，可以被理性测量，因而属于事物本身。至于颜色、气味、味道、声音，那些我们以为存在于世界的东西，其实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红色不在苹果里，香气也不在花朵中，它们存在于人，存在于感知者的心灵。现代科学的崛起以及怀疑主义的复兴，共同塑造了笛卡尔的思想背景。笛卡尔相信人类是有可能获得确定知识的，他也坚信科学终将让人类成为自然的主宰。但与此同时，他清楚地意识到，怀疑不是愚蠢的否定，而是一种必须回应的挑战。科学让我们看到世界的规律，却也让我们开始怀疑那些所谓知识的根基是否真的稳固。笛卡尔决定正面迎战，他相信只有他能为这场怀疑找到最终的答案。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以极端的方式描绘了怀疑的挑战。他设想，也许有一个恶意的天才，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正不断欺骗着他，让他以为世界存在，以为自己在看、在听、
在思考。如果一切感知都可能是幻觉，那他还能确定什么？笛卡尔从这个黑暗的假设出发，一步步逼近一个无法动摇的事实。如果我被欺骗，那我就在被欺骗这件事中思考，而只要我在思考，我就存在。于是他得出了那句哲学史上最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笛卡尔把知识的来源分为两种：直觉与推演。直觉并非感官的直觉，而是一种心灵的直接看见，一种无中介的把握。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思考时，这种觉知本身就带着不可怀疑的确定性。他直观地看到，我在思考这件事儿必然是真的。乍看之下，那句我思故我在似乎是一种推论，好像存在是从思考推出来的。但笛卡尔后来在反驳与答辩中明确指出，这并不是推理的结果，而是直觉的洞见。我在与我思并不是前后因果，而是同一瞬间的自明真理。如果人类所能确定的只有我在思考与我存在，那我们的知识将显得极其贫乏。于是笛卡尔决定走出这座孤独的自我之岛，去重新建立一座通往世界的理性大厦。他尝试证明上帝确实存在，而知识的标准是对事物拥有清晰而明的观念。他主张心灵比身体更容易被认识，因为思想是直接可知的，而物质的本质不过是延展，一种可以在空间中被度量的存在。最后，笛卡尔希望通过这些推论重新确认，他曾经相信的大多数事物其实仍然是真实的。但不幸的是，笛卡尔的推论并没有说服太多人。他试图用理性证明一切，却在理性之中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救的圈套。后人称之为笛卡尔循环。笛卡尔之所以认为自己的知识可以超越我思故我在，是因为他相信凡是被清晰而明的感知到的都必然是真的。然而，这一信念本身的可靠性又依赖于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因为只有当上帝存在并且不欺骗他，笛卡尔才能相信那些清晰而明晰的观念是真实的。可问题是，他证明上帝存在的过程又正是建立在这些清晰明晰的观念之上。理性环绕自身，像一条咬住尾巴的蛇。如果上帝的存在尚未被证明，笛卡尔就无法确定自己在论证中没有被欺骗，没有出错，那他就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证明是可靠的。而如果他连这点都无法确定，那他又凭什么确信自己知道的比我存在更多？在笛卡尔之后，哲学界出现了一道新的分界线。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知识的最终源头是理性，只要思维足够清晰，推理足够严密，真理就能从思想中被抽取出来。而经验主义者则反驳说，理性不是泉源，只是容器，知识的水并不从心中涌出，而是从经验流入。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主张，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人出生时并没有所谓的先天观念，心灵不过是一块空白的石板，世界在其上留下印记。对笛卡尔以及后来像莱布尼茨这样的理性主义者来说，先天观念的假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认为，如果人类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是一张空白的纸，那我们又如何解释那些并非来自感官却人人共有的观念？比如数的概念，我们看得见石头、树叶、星星，但2或3本身从未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出现过。又比如那条似乎写在理性深处的法则，一切事件都有其原因。这些观念不像是由经验拼凑出来的，更像是思维本身的结构，它们不被世界给予，而是世界被他们理解。洛克认为，理性主义者的那套说法其实毫无说服力。他主张，除了那些毫无意义的琐碎观念外，我们的一切想法、概念与知识都能在经验中找到来源。但洛克并没有正面攻击先天观念的学说，他的策略更微妙，不是去摧毁它，而是去证明它根本不需要存在。就像修理一部复杂的机器，洛克并没有锤子，他用的是剃刀，那是后来哲学家所称的奥卡姆剃刀的精神。凡是多余的假设就该被剃掉。在洛克看来，经验并不是单一的，它有2种来源。第一种来自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也就是感官经验，我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去认识物体、颜色、声音与形状。第2种则来自我们对自己心灵活动的观察，洛克称之为反思。这种经验没有确切的日常词，它指的是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感知、在思考、在怀疑、在相信、在推理、在认识，在意愿。感官让我们看见世界，反思让我们看见自己。在洛克的体系中，知识是由观念构成的。所谓简单观念，就是心灵最初直接感知到的内容，它要么来自感官，要么来自反思，这是经验进入意识的第一个瞬间。比如一个颜色、一种气味、一种柔软或冰凉的触感，这些简单观念就像思维的原子，本身不能再被分解。而当心灵开始把它们组合、对比、重复时，就产生了复合观念。比如我们说苹果其实是由颜色、
形状、气味、触感等一连串简单观念拼合出来的复合图像。更进一步，当心灵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特征，让某一个苹果的观念成为一切苹果的代表，那便是抽象观念的诞生。在洛克看来，所谓事物的性质，其实就是它引发我们心中某种观念的力量。举个例子，当我们说红这个词，其实有2层意思，它既可以指我们心中对红色的感受，也可以指物体内部那种让我们产生这种感受的特性。在这点上，洛克追随了伽利略的区分，他把性质分成2类：原质和次质。原质是那些存在于物体本身的属性，形状、大小、数量、运动。当我们感知这些时，心中的观念与物体的真实状态是一致的。而次质则不同，像颜色、气味、味道、声音，它们并不属于物体本身，而只存在于感知它们的心灵之中。换句话说，原质与它在我们心中引起的观念是相似的，它们彼此对应。这些原质包括坚固性、延展性、形状、运动或静止以及数量，而次质则只是这些原质以某种方式组合排列之后，在我们心中引发的感官效果。比如消防车的红并不在消防车本身，那只是光线作用于我们视觉后的结果，但它的坚固，也就是那种有分量、有体积的实在感，确实属于它自身。又如玫瑰的香气并不真的存在于花朵里，那是花瓣分子与我们的感官互动后在意识中生成的感觉。但玫瑰的延展性，它的形状与空间占据，则确实存在于花朵之中。